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了滴滴谈心时间。今天我们终于要来讲配享太妙的乌尔善导演的新盘啦，然后还要恭喜《封神》票房终于过25亿啦。乌导也是很上道啊，放了我们很爱看的内容啊。他为什么这么懂我们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大导演的新盘。首先啊，大家一眼过去都看到了，它是一个群星双子座啊，除了月亮星座啊，有可能是金牛座。但是月亮无论落在金牛还是落在双子啊，都是很不错的位置啊。如果是落在金牛的话呢，会让他的情绪很稳定啊。如果是月亮双子座的话呢，他这个人就非常的灵动啊，有种好奇宝宝的感觉。他的双子座能量这么重啊，所以他是一个很八面玲珑的人。然后水星在双子座是入庙的啊，非常好。就他对周围信息的这种收集啊、传播啊，就有一种天然的能力。就可能别人都不知道，他哪来的消息？人家就是有这个能力，有点这个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意思啊。这对他做导演很有利啊。你想想，封神剧组每天2000多号人啊，他要是没点这个能力的话，还挺难去协调的。然后水星双子座啊，非常的能说，他们有点像是那种杂家啊，就是什么都能跟你聊一点，而且还能和你聊得很开心，别人听着感觉很有道理。然后他的水星和土星是互融的，因为双子座嘛是有点话痨的啊，别人要是不打断的话，就是没个把门的。那合了一颗土星之后呢，就让他稍微收一点啊，就沉稳了下来，而且说话呢也会更有逻辑啊，更踏实。那他的太阳其实是被水星和土星啊夹在中间，就像皇帝身边的两个左膀右臂，水星就是负责说的啊，负责靠嘴皮子去办事的啊。那土星呢，就是踏实做事情的，什么脏活苦活，然后需要去组织的、去隐忍的啊，他都能够揽下来。同时，他们两个在太阳旁边呢，也能够得贵。所以这两个得力助手啊，在太阳旁边还是不错的。然后他这边的群星双子座和在天秤座的天王星是有一个3合，所以一个是他风象能量非常重啊，能让他非常的客观理性，就有事儿干事儿啊，一切以客观现实和这个结果为准则。而且这颗天王星啊，让他非常的有创造能力、创新能力。所以他的思维啊、想法啊都是非常前卫独特的啊，并且是一个和谐的3合结构，所以他是可以把这份独特融合的很好的啊，就在别人看来他就是别具一格啊，而不是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。这点我觉得对导演是非常好的，导演就是需要天王星能量啊，你自己都吐掉牙，不能带领观众、引领观众，那这个电影出来真的是要了亲命了。然后他的金星是落在了巨蟹座啊，金星也代表了社交啊，所以他跟人交往的时候啊，其实是挺温柔的啊，但是他又是一个逆行啊，金星逆行的人是比较少的啊，在人群中大概只有10%的比例，所以在社交方面啊，包括感情方面呢，还是有点别扭或者是不顺啊。他又是金木冲的，导演桃花很旺呀，那也可以代表他的人缘很好。那金星也可以看他的审美啊，一个导演的审美是非常重要的啊，直接决定了他电影的风格。那金星巨蟹嘛，所以他的审美风格其实是有很柔情的一面，能够给人非常的温暖，然后非常有包容力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逆行啊，所以这个审美也是不走寻常路，有他自己独特的品味。就是柔情之中的一点叛逆，他也是火星巨蟹的啊，是一个入弱的位置，所以他在行动上也是不会一下子冲的特别猛，属于那种默默坚持的啊，耐力不错，就是拼命干，然后去弥补他自己这个入弱的不自信。然后他的火星和木星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互融，火木互融是很不错的啊，就让他做事情非常的有目标、有远见，就不太可能发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这种情况啊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他这边的双子座群星啊，还是在一个星座上对冲了对面的射手座的海王，整个人也是很有艺术气质。然后呢，这边和冥王有一个刑克啊，特别是水星和冥王刑克的比较紧，所以他的这种思考啊、思维啊都是非常深刻的，会有一种操纵感。就像费翔说的嘛，其实导演才是最会 PUA 的人，他的内心啊、意志啊也是很强大的啊。有了一颗冥王嘛，
就没法当小兵。好啦，今天乌尔善导演的星盘我们就解析到这里啦。喜欢我请关注我，给我一键3连，让我们边吃瓜边学习占星知识。最后祝愿封神票房继续冲，大破30亿。下期见吧。